努比亚 Z40 Pro 的开箱以及颜值对比呢，请大家观看大家测频道。我们下面正式开始测试。首先在外观部分，本次为你展示的是星际黑配色，背部3颗摄像头和闪光灯组成的矩阵影像模组啊，高于手机背板不少。中间呢，主摄相较于其他2颗镜头呢又大出不少，也额外凸起一些，并且呢有一圈红色的装饰，有点像传统的单反镜头的感觉。那这次呢，中兴带来的定制等效35毫米的人文主摄，具体的表现视频后面呢会为你展示。摄像模组右侧啊是一大块黑色的镜面玻璃，上面印有努比亚的 logo。机身背面呢采用的是大面积星光 AG 工艺，不同的光线下啊可以看出慢反射的星光效果，在保留了原有 AG 玻璃质感的同时呢，达到了耐指纹、耐刮花的效果，摸上去触感也不错。来看侧面啊，手机背板到中框，中框到屏幕衔接整体过渡自然，握持感呢比较舒适。同侧的机身电源键和音量键，比较特殊的是啊，机身顶部和底部呢都是平直设计，而且呢略微向内凹，也就是说这台机器啊可以很好的立在桌面上。从正面垂直方向看过去呢，这台机器是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啊。重量方面呢，努比亚 Z40 Pro 来到203克，在近期的机型当中呢处于中等位置。在手机厚度方面啊，机身厚度达到 9.16 毫米。摄像头部分啊，最厚的地方 12.12 毫米，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属于偏厚的机型。另外呢，这台机器正面背面都是平直的，整体风格呢非常的硬朗，只有边框部分采用了大面积的圆弧形。不知道这样的设计你会给出多少分呢？来看正面啊，本次努比亚 Z40 Pro 采用了 6.67 英寸的 AMOLED 柔性曲面屏，前置1600万像素居中开孔，2400×1080的分辨率，最高呢支持144赫兹的刷新率，可以媲美游戏手机了。具体支持到60、120和144 3档调节。实测呢垂直屏占比达到 91.4%， 表现不错。屏幕亮度方面呢，手动最高543尼特，表现尚可。强光下呢，激发亮度达到714尼特。实际显示效果方面，我们找来其他机型做对比啊。测试前将每一台机器的亮度均调至300尼特左右。相机部分啊是本次努比亚 Z40 Pro 的重点，主摄采用了定制的等效焦距35毫米6400万人文主摄，还有定制的索尼 IMX787 传感器。主摄是我们日常最多使用的镜头，35毫米呢也是人文扫街拍摄最常用的焦段。除此之外，还有5000万的广角主摄，800万的潜望镜式长焦镜头。具体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样张的情况。第一组啊，同样是1倍的样张 ，iPhone 镜头角度更广，可容纳内容更多。颜色方面呢 ，iPhone 的颜色更加鲜艳，对比度呢也没那么高。努比亚呢整体颜色要更加深沉一点。放大之后呢 ，iPhone 在光线比较暗的砖墙部分，依旧可以看出每一块砖墙之间的缝隙，而努比亚这边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来一组难度较大的逆光主摄样张，努比亚对于太阳光晕的压制呢不如 iPhone， 样张当中出现了较大面积的光斑，但是呢曝光控制的不错，左侧屋内没有阳光的天花板，细节依旧展示的是比较清晰的。来看超广角啊，努比亚 0.4 倍超广角实际拍摄内容呢和 iPhone 的 0.5 倍大致相当。在色彩方面啊 ，iPhone 呢还是要更加鲜艳一些，不过在曝光控制和对比度方面，两组样张表现接近。放大之后呢，努比亚锐利度有一点偏低，导致呢照片细节不足，并且在地面上的亮斑部分啊出现了绿边的现象。在焦段方面，努比亚是 3.5 倍等效125毫米 ，iPhone 呢3倍等效77毫米，所以呢努比亚放得更大，在焦段方面啊有优势。而在色彩方面 ，iPhone 的色彩饱和度要明显更高。放大之后，在细节方面，努比亚依旧锐度有点偏低，导致呢展现的效果不是很好。接下来放大最大倍数来对比，努比亚最大支持30倍的数字变焦 ，iPhone 呢则是15倍。这组看苹果的照片呢就有涂抹感了，放大同样大小之后呢有油画的感觉，而努比亚这边整体有一些灰蒙蒙的感觉。
下面看默认模式下夜景的表现。主摄样张呢，整体色彩表现努比亚和 iPhone 表现是比较接近的，苹果呢要稍亮一点。细节方面，远处的店铺以及橱窗的曝光，苹果有一些没压住啊，而努比亚这边则是清晰没有异光，而且呢树木的细节也比苹果要更清晰一些。来看超广角样张，整体色彩呢，努比亚偏冷 ，iPhone 偏暖。在广角的角度方面，两台手机基本一致。广角畸变呢，两台手机表现的都是不错的。放大看细节，努比亚招牌上的字啊清晰可见， iPhone 这边则是糊成一团了。不过远处的招牌部分 iPhone 表现得更好，而一些树枝的细节则是努比亚展示得更清楚啊。在夜景部分呢，应该说是互有胜负。再看长焦夜景的表现，颜色方面 iPhone 右侧广告牌啊明显偏蓝，而且在拍摄当中呢，受到老问题的困扰就是鬼影。当然在一些小细节方面呢， iPhone 对于广告牌的灯光压制更加优秀，细节展示得更加清楚。最后再看一下夜景模式下主摄的样张，总体的色彩和亮度方面，两台机器表现差别不大。放大看一下细节，首先是广告牌，努比亚呢不仅是招牌上的字很清楚啊，而且呢招牌左侧的 logo 上的字也能够看得很清楚。 iPhone 这边则出现了较多的噪点。这里要说明，目前的固件版本努比亚的夜景模式不支持超广角。样张的部分呢，就简单测试这几组，因为后续上市之后会迎来大版本的相机固件更新，到时候咱们再来对比。最后呢，我们再通过实际的录像来看一看努比亚的录像以及防抖的表现怎么样。通过的视频你可以看出啊，二者在录像的时候画面表现差别不大，努比亚呢在逆光下画面的暗部更亮一点，而在未开启视频防抖的情况下呢，努比亚相较于 iPhone 的画面抖动更加明显一点。而手动打开了视频防抖之后啊，画面的抖动幅度就大幅降低了。此时呢，两台机器的表现就趋于一致。本次呢，努比亚 Z40 Pro 在相机部分还带来了一些新的玩法。首先呢是人文街拍模式，打开相机进入人文街拍模式之后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提前设定对焦距离，拍出更具个人特色的照片。并且呢，在人文街拍模式当中还推出了一款致敬大师的黑白风格滤镜布列松滤镜，能够让照片呢呈现出独特的岁月情怀，并且呢新增了多个胶片色彩滤镜，参考富士相机色彩进行调校。有用过富士相机的玩家可以打个1啊。不知道你的女朋友有没有约你一起去看极光呢？ Z40 Pro 呢就支持 AI 幻天，让你在家里也能看极光。多摄功能呢，则是努比亚一直以来的传统，在拍照的时候啊，可以拍出多个焦段的照片。你可以呢后期去选择你想要的焦段，这不仅是提高了拍摄速度啊，也增加了容错的可能性。此外还有艺术相机功能，可以选择梵高等多种艺术滤镜，拍出更多有趣的照片。其他还有 Vlog、希区柯克、光绘、车轨等等啊，这些呢都不需要你再手动调了啊，调的这个模式之后，手机自动帮你设置好。除了街拍模式之外啊，努比亚还有一个传统的有趣的功能，就是盲拍。在开启之后呢，在不点亮屏幕的情况下，直接点击手机的按键就可以进行拍照，而且呢，每一组都会拍摄多张不同曝光的照片。这个独家的功能啊，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不知道你怎么看这项功能呢？如果是调查记者行业的话，需要暗访，那么这项功能应该可以很好的保护拍摄者。在系统部分呢，努比亚也做出了调整啊，新增的买桌面，将图标、文件夹自由组合，用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定制，打造属于你自己的桌面设计。另外呢，还有新增的攀登者行为锁屏，每天啊可以根据步数以攀登山峰的形式来显示，还可以根据山峰的高度获取相应的运动勋章。也就是说，你走的步数越多，这边爬得越高，给你每天锻炼增加动力。看一下手机性能，本次搭载的是全新一代骁龙8移动平台 DDR5 和 UFS 3.1， 这套配置大家已经很熟悉。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常规的跑分。在室温22到25摄氏度下，300尼特亮度，选取多轮次测试跑分的最高。在 Geekbench 5测试当中，单核1203，多核3519，表现一般。在 3D Mark 测试当中呢 ，Wildlife 10157。OpenGL 呢达到了极限值啊，这方面的表现是不错。安兔兔跑分993664，排名一般。存储的写入和读取测试当中，读取达到1910，写入达到1366，均处于目前的中上水平。随机读取288，随机写入282，随机读写的表现一般了，在目前的骁龙8机型当中属于中等偏下。最后看一下 GFX Bench 测试，在离屏测试的情况下，几项成绩都表现不错，其中有3项啊是位于榜首的。
看完了跑分，咱们看看游戏方面，保持室温以及300尼特的屏幕亮度，并且呢开启最高刷新率。首先是王者荣耀，打开极高帧率、超高画质，抗锯齿打开，连续运行30分钟，平均帧率达到 119.1。测试结束之后啊，正面是 46.1， 背面 43.1， 帧率表现是不错的啊，只是表面温度稍高一些。再来看和平精英 HDR 高清画质，极限帧率，开启抗锯齿和阴影，运行30分钟，平均帧率呢 59.8。测试结束之后，正面是 45.4， 背面呢 42.6， 同样是帧率表现不错，比较稳定。温度呢在骁龙8机型当中稍高一些。最后呢看一下原神，手动开启高画质60帧，运行30分钟，平均帧率是 44.4。测试结束之后啊，正面是 46.9 度，背面呢 43.4。实际游戏内的分辨率是1800×810。如果综合帧率和温度来看呢，它的表现是中规中矩的。总体来看呢，努比亚的调教思路还是比较激进的，也就是性能尽量的去释放，相应的温度呢就要高一些。来看一下充电续航啊，这次努比亚 Z40 Pro 搭载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持高通的 QC4 Plus 以及 PD 快充协议。我们拿到的呢还是早期的工程机，还没有充电器，所以呢充电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红魔7 Pro 附赠的165瓦氮化镓充电器来进行的测试，这个结果啊也只能仅供参考。实测呢，在联网开机的情况下，5分钟充进 19%，10分钟呢 33%，30分钟 85%， 从1充到100%显示电量一共用时39分钟。实测最高功率呢是 56.75 瓦。等后续收到努比亚的原配充电器的时候，咱们再做测试。再来看一下耗电的情况，屏幕设置为300尼特亮度的情况下，手机呢设置最高刷新率，半小时动态浏览网页、录像、观看视频，高画质游戏一共5项测试，耗电 48%， 最终剩余电量 52%， 这个表现是很不错的。看起来啊，在现阶段大电池啊还是提高续航的最好的手段了。总结，那本次努比亚 Z40 Pro 呢延续了努比亚家族的硬朗设计。硬件方面是目前的旗舰水准，相机方面呢搭载了独家定制的35毫米人文主摄，街拍、抓拍、盲拍等功能啊，也能让我们日常扫街的时候获得更多乐趣。电池续航表现的也不错。对于这台手机满分10分的话，你愿意打几分呢 ？OK， 这里是科技美学，后续会为你带来它和更多旗舰手机的横向对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